格言联璧中说，律己待秋气，处事须待春风，对待自己要像秋气一样严厉，与人相处要像春风般和煦。如果反过来的话，这个人的待人处事就可想而知是多么糟糕。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气决定了人的命运，人一定要注意摒弃三气，养好三气，才能过好这一生。一、收起戾气，养正气。人一旦脾气差，运气肯定会差。菜根谭中有一句话说，躁性者火炽，遇物则焚。意思是说，性情暴躁的人如同一团火，一遇到什么点事儿，不但会烧着别人，还会烧着自己。所以我们的情绪是万病之源，伤肝伤心又伤人。你如果不能够驯服自己的脾气，它迟早会吞噬你。脾气任性，福不加身。你的脾气越差，身边对你友好的人就越少，你越会埋怨，越会不顺，而生活不顺了，你也就越容易发怒，一个环环相扣的死循环。源头就在于坏脾气上。假如说你的运气是一本书，那你每一次发脾气就等于撕掉一页，等撕掉最后一页，你的运气也就当然无存了。所以如果你经常发火，一定要改。记住，发火时不要说话，生气时不要决策。如果你改不了，就会伤你一辈子。秦朝末年，群雄逐鹿，楚霸王项羽是其中的佼佼者。他出身豪门世家，自身武功盖世，可谓拿得一手好牌。但因为项羽本性多疑，戾气太重，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。巨鹿之战，项羽破釜沉舟，以少胜多击败章邯。章邯走投无路，带着20多万人投降。一天晚上，项羽的手下听到归降的秦军士兵议论纷纷。有人说，咱们归降不知道是不是好事，如果成功了还则罢了，如果不成功，我们的家人都要被处斩啊。对于自己未来有猜测，本是人之常情，但项羽听到以后，固执地认为秦军要反叛，于是命令手下把这20万人全部活埋了。为了一句道听途说的话，就杀了这么多降兵，这以后谁还肯投降？项羽的弑杀让手下也不得不考虑自己的未来，以至于军心离散，战斗力明显下降，最后落得个自刎乌江的下场。达尔文说，脾气暴躁是人类卑劣的天性之一，人要是发脾气，就等于在人类进步的阶梯上倒退了一步。脾气暴，戾气重，遇事便不会冷静处理，往往会做出一些偏激的行为，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。有理不在声高，歇斯底里，不利于事情的解决。有时候心平气和反而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成效。收起戾气，控制自己的脾气，多修养德行，养心中的正气，来避免偏激。收起自己的暴脾气，让自己一身正气，才是人处事最明智的选择。
丢掉小气养大气。老话说得好，一根针眼穿不过，2寸肌长读9分。人的心大起来可以胸怀若谷，小起来比针尖还要小。楚庄王是春秋5霸之一，有一次他宴请文武百官，席间他让许姬给百官敬酒，突然一阵怪风吹来，把大厅上的蜡烛全都吹灭了，宴席上顿时漆黑一片。就在这个空当，有人乘机摸了许姬一把，许姬大惊，顺势揪下了那个人帽子上系的璎珞。许姬将璎珞握在手中，连忙来到楚庄王面前告状。此时宫人正在重新点灯，楚王连忙拦住说：“不要点灯，大家就这样黑着灯喝吧。现在请各位把帽子上的璎珞都摘下来，咱们绝应痛饮。”臣都把帽带拉断，然后才叫人把火点上，酒宴重新开始。庄王照样谈笑风生，始终没有追查那个冒犯宠姬的人。许姬对此感到非常惊讶。席后，许姬埋怨庄王不为他出气，庄王笑着说：“人主群臣尽情欢乐，现在有人酒后失礼，情有可原。如果为了这件事诛杀功臣，将会使爱国疆土感到心寒，人民不再会为楚国尽力。事后那位将军后悔不已，为了感谢楚庄王的不杀之恩，在战场上更加的勇猛，为楚庄王打下江山立下汗马功劳。”薛炫说：“为宽可以容忍，为厚可以载物，对待别人要宽容，要像大地一样能够承载万物。小肚鸡肠的人遇事斤斤计较，爱占小便宜，1次2次别人还能容忍，久而久之，人们就会嗤之以鼻，敬而远之。小气之人成不了大事，成大事者都是大气之人，他们从来不和人争长短，论输赢，因为他们知道，一个人要想成功，拼的是实力，更是人脉。他们深深懂得大度能容天下难容之事，朋友多了，人气足了，成功就水到渠成了。3. 摒除傲气，养和气。王阳明说：“人生大病，只是一傲字。人不可有傲气，一傲便会让自己的人生面临巨大的损失。”马谡是三国时期蜀国的一名将军，此人熟读兵书战策，和人谈论排兵布阵，滔滔不绝，没有谁能辩论过他。丞相诸葛亮对他都刮目相看。马谡觉得自己非常了不起，认为自己才是蜀国第一大将军，不把其他人放在眼里，出门挺着肚子，见人爱答不理，傲气十足。诸葛亮出祁山，要派一个得力干将去守街亭，他想到了马谡。马谡得到任命后得意洋洋，忘乎所以。到了街亭，他把人马埋伏在了山上。同行的王平提出异议，然而马谡以为王平只是个平庸之辈，对他嗤之以鼻，不听王平的规劝。
结果街亭失守，马谡也落得个被处斩的悲惨下场。徐悲鸿说，人不能有傲气，但不可无傲骨。铮铮傲骨是做人的根本，但傲气对人有百害而无一利。太傲气的人往往自以为是，听不进别人的意见，到最后哑巴吃黄连，有口说不出。要知道3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，只有集思广益，才会在成功的道路上越走越远。应该悟透一个道理，成功与个人能力有关，与个人修养更是密不可分。少一些傲气，才能成就一团和气。很喜欢王阳明的一句话，破山中贼易，破心中贼难。冲破内心的屏障，才会让自己的人生更加的辉煌。收起戾气，在和风细雨中温暖人的心田，才能一身正气。丢掉小气，像大海一样容纳百川，才能聚集更多的人气。摒除傲气，不傲才以教人，才能到哪都一团和气。人生不易，愿每一位中年人都能在往后余生过得扬眉吐气。从玄学的角度看，只要你能沉得住气，就更容易得到自己想要的。命运里有一个你无法想象的真相，就是决定一件事情是否能成功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信念的强度。也就是说，你越相信自己，就越接近成功。但大多数人的处境是一边做一边怀疑，本质上就在质疑和对抗自己。气静则心静大，能感知真理。你看，高手喜欢打太极，而低手总是喜欢着急。你要明白，大事好，你未必好；大事不好，你未必不好。不要看外界如何，先自守内心才是第一要义。人内心当如竹林，遇事沙沙作响，转瞬平静如常。用发脾气来解决问题的叫年少轻狂，能沉稳处事的才是成大事者。命运成功的真相就是做你该做的事，你只要脚踏实地的去做，哪怕不成功，你也离成功不远了。人生最好的修行就是修大气，养清气，而修大气养清气，最好的办法就是化怨气，养和气。你只有走这一条路，你才不会受苦受累，你才有可能真正修身齐家，最后成为人生的赢家。养大气，你就要少怨气，少怨气你就人间清醒；养清气，你就长寿，你就活得健康，你当下便是人间好时节。所以活得通透的人生，他就做2件事情，养大气，养清气。而最后能够养大气，能够养清气，唯一的方法就是智慧，就是你要有正知、正念、正心，别无他法。世间烦恼3000疾，唯有慈悲才可以医。放眼你望过去，那些惹你恼的人，让你恨的人，有几个人不是在那些糊涂里打转的？如果你是君子，
你乐得做君子，就算他是小人，也是来历练你一场的。最后他枉做了小人，成全了你的大气。你如果能够看到这些本质，你的慈悲就会升起来，你的大气，你的清气就会油然而生，你的浩然正气就会养出来了。然而在当今这个喧嚣纷扰、物欲横流的时代，人们的心灵仿佛置身于一场永不停歇的风暴之中，被压力、焦虑、浮躁等负面情绪反复拉扯，难以觅得一方宁静的栖息之所。然而古老的道家文化宛如一座深邃的智慧宝库，历经数千年岁月的洗礼，依旧散发着温润而神秘的光芒，为现代人提供了诸多通往内心宁静、开启智慧之门的良方。道家所倡导的静心法，不仅是一种简单的身心调节技巧，更是蕴含着对宇宙万物运行规律的深刻洞察，引导我们回归本真，在凝神静气之中发掘自身潜藏的无限智慧。有缘人，接下来我将与你分享5个道家静心法，助你凝神静气，开阔智慧。1. 守意法，抱元守一，澄澈心源。守一作为道家修行的重要法门，其核心要义在于将纷繁复杂的心神聚焦于一处，达到至虚极、守静笃的空灵境界。具体而言，修行者可先寻觅一处清幽静谧之所，或于室内辟出一方净土，或置身于山水之间，只要能让身心自然放松即可。随后选择一个专注的对象，这可以是自身身体的关键部位，如位于脐下3寸的丹田。当我们以舒适的姿势安坐下来，缓缓闭上双眼，将全部的注意力轻柔且坚定地集中在丹田之处，感受那里微微的温热与能量的涌动，又或是将心神寄托于呼吸之上，留意每一次吸气时气息的清凉与充盈，以及呼气时的舒缓与放空，让呼吸成为连接身心与当下的纽带。当然，也可以在心中勾勒出一幅宁静美好的意象，比如高悬于夜空的一轮皎洁明月，或是静静绽放于幽潭之中的一朵圣洁莲花。用这一项承载我们的专注力，在修行过程中，杂念定会如纷飞的柳絮般不时闯入脑海，此时切莫慌乱，亦不可强行驱赶，只需以平和之心觉察到杂念的出现，而后轻轻地，如同呼唤迷途羔羊般，将注意力重新牵引回既定的专注点。如此反复持之以恒的修炼，守意法便能逐渐发挥神奇功效，让我们的心神愈发笃定，专注力得以显著提升，外界的喧嚣与诱惑再也难以撼动内心的安宁，仿若在心灵深处筑起一座坚不可摧的宁静堡垒，智慧之光也将由此徐徐绽放。而听息法，聆听天籁，悉心入道。
听息法恰似一场与自我内在韵律的亲密对话，引领我们回归生命最本真的节奏。开启这一修行之旅时，需先置身于安静无扰之地，以舒适的坐姿落定，轻轻合上双眼，有意识地放松全身每一寸肌肉，让身体如同卸去重负般松弛下来，继而将注意力温柔地聚焦于呼吸之上，摒弃一切刻意的操控，单纯地倾听呼吸的声音，听那轻柔的吸气声，宛如微风拂过琴弦，带来丝丝缕缕的清凉与生机。再听那缓缓的呼气声，仿若秋叶飘落湖面，荡漾起一圈圈静谧的涟漪。在这一呼一吸之间，我们悄然融入生命的自然律动，杂念如同薄雾，在这声声呼吸的吹拂下渐渐消散。随着聆听的深入，我们会惊觉自身与呼吸已然合二为一，仿佛化身为一个通透的管道，任由气息自由穿梭流淌。此时内心被一种深邃的宁静所填满，尘世的烦恼与纷扰皆被抛诸脑后，身心仿若沐浴在一片澄澈的灵光之中，智慧的种子也在这片静谧的心田里悄然生根发芽。通过听息法的长期修习，我们将更加敏锐地捕捉到内心深处的细微波动，进而在生活的波澜起伏中始终保持从容淡定，以一颗悉心从容入道，体悟生命的真谛。3. 观心法，内观自省，洞见真我。道家的观心法宛如一面澄澈的心灵之镜，映照出我们内心深处的真实模样，助我们拨开层层迷雾，洞见真我。当我们决心踏上观心之旅，首先要为自己营造一个安静、舒适且不受打扰的空间，确保身心能够完全放松下来。然后闭目端坐，缓缓将注意力收归内心，如同一位深入秘境的探险家，开始细致入微地审视自己当下的每一个念头，每一丝情绪，以及每一种身体感觉。或许起初映入眼帘的是脑海中如走马灯般闪过的杂念，或是心头涌起的莫名焦虑、烦躁等情绪，又或是肩部的紧绷、腰背的酸痛等身体不适。不要回避，也不要评判，只是平静的、如实的观察它们的存在。当我们以这种中立、客观的态度持续关照时，奇妙的变化悄然发生，杂念不再像脱缰的野马般肆意狂奔，情绪也渐渐褪去了汹涌的波澜，身体的不适感亦随之减轻。我们开始洞悉到，这些看似纷繁复杂的内心现象，实则如同梦幻泡影，皆由心生，并无实体。在这不断内观自省的过程中，我们逐渐剥离了外在标签与世俗观念的束缚，触摸到了那个纯净、本真的自我，仿若在心灵的幽深处点亮了一盏明灯，智慧之光穿透层层迷雾，
指引我们前行的方向。4. 抱朴法，返璞归真，安住当下。抱朴源自道家限速抱朴，少思寡欲的至高理念，它呼唤着我们回归生命最初的质朴与纯真，摆脱物欲的枷锁，全身心地安住于当下一刻。开启抱朴法的修行，无需特定的仪式或复杂的场地，只需在日常生活的点滴中，时刻保持一颗警醒的心。无论是清晨醒来，感受第一缕阳光轻柔地洒在脸上的温暖，还是漫步街头，聆听市井喧嚣中传来的声声鸟鸣，亦或是忙碌工作时，专注于手头任务的每一个细节，品尝每一次思维碰撞带来的火花，都尝试着摒弃杂念，放下对过往的懊悔与对未来的焦虑，将全部的身心沉浸在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之中。吃饭时，便专注于食物的色泽、香气、口感，品味每一口饭菜在舌尖上舞动的美妙滋味，而非边吃边刷手机或心不在焉地思考其他事情。走路时，留意脚下的每一步触感，感受身体重心的微微转移，欣赏沿途的风景，而非匆忙赶路，无视周遭的美好。如此这般，让生活的每一个瞬间都变得鲜活而有意义。我们的内心也将在这返璞归真的过程中被滋养得愈发平静富足，智慧也在这安住当下的每一刻悄然生长，如同春雨润物，无声却有力。5. 坐忘法，物我两忘，超凡入圣。坐忘法作为道家修行的高深境界，宛如一场灵魂的深度洗礼，引领我们超脱尘世的羁绊，实现物我两忘的空灵之境，进而开启超凡入圣的智慧之门。修行之初，需寻得一处极为安静、隐蔽且气场祥和的所在，确保能全身心沉浸其中，不受丝毫外界干扰，以庄重舒缓的姿势安坐，徐徐闭上双眼，开启一场由内而外的身心净化之旅。首先从身体层面入手，有意识地放松每一块肌肉，从头顶百会穴直至脚底涌泉穴，逐一舒缓紧绷之处，让身体仿若一滩柔弱无骨的清水，轻盈而自在。继而深入到呼吸层面，通过悠长、均匀且深沉的呼吸，将体内的浊气缓缓排出，吸纳天地间的清气，使气血通畅，精气神得以汇聚。随着身心愈发沉静，开始尝试忘却外界的一切存在，山川河流、日月星辰、功名利禄、人情世故，皆如烟云般从心头飘散。与此同时，逐步忘却自我的身份、地位、形象乃至身体的存在，仿若灵魂挣脱了肉体的束缚，与宇宙虚空融为一体，进入一种不知舟之梦为蝴蝶语，蝴蝶之梦为舟语的玄妙境界。
在这物我两忘的极致状态下，内心被一种无法言喻的宁静与智慧所充盈。往昔困扰我们的难题、烦恼，此刻皆迎刃而解，仿若站在宇宙的制高点，俯瞰万物，洞悉一切真理与规律。这5个道家静心法虽各有侧重，形式各异，但皆指向同一个终极目标，帮助我们在这纷繁复杂的人世间寻得内心的宁静，凝聚心神，进而开阔智慧，实现生命的升华。无论您是被生活的重压逼得喘不过气，渴望片刻喘息，还是在追求精神成长的道路上孜孜以求，他们都宛如璀璨星辰，照亮您前行的道路。不妨择一静谧之日，选一法潜心休息，开启属于您的静心之旅。相信在这古老智慧的滋养下，您定能收获内心的平和与无尽的智慧宝藏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，回复一句静气凝神，涵养3气。愿你在纷扰中守住清明，于人生路上步步生莲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，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功德无量。